美国专家发明了海葵战略，声称此法能够破解中国的主场优势。美国人的这种弱势思维管用吗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当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方向成功的发起反击之后，西方专家对如何在台海复制俄乌冲突中的成功经验非常感兴趣。相比于俄罗斯军队在常规作战力量方面的拉垮，那么如何面对在家门口作战的解放军？这对于美国以海空军为主的作战形态来说，仍然是失败概率太高。因此，他们不得不开动脑筋琢磨其他的打法和战术。美国空军的副参谋长前几天就提出了一个理论，也就是以地制空、制海的方式破坏解放军的制空权和制海权。近日，美国的军事专家加里·安德森又投稿1945网站，声称他发明了一种叫做海葵战略的新策略，让美军用弱势思维打破解放军的主场优势。这个脑洞可是开得非常大了。加里·安德森表示，海葵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去中心化战略，也就是在西太平洋的美军可能不再设立单独的指挥总部，而是将决策权分散到每一个作战单元，相互之间通过数据链来进行信息共享。这样玩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被解放军破坏多少个触手都不会影响他大脑的功能，因为这个海葵根本就没有大脑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大脑指的就是美军的指挥部或者指挥中心。他还把这种战略叫做海葵战略。为了实现海葵战略，安德森认为美军不能再依赖现有的以航母为主的作战样式，因为航母在中国东风快递面前显得太脆弱了。他建议大量建造那些外观尺寸较大，并且能够发射模拟真实战舰信号的无人艇，让他们在中国的侦察系统里面看起来就像是航空母舰、巡洋舰、驱逐舰和两栖驱逐舰这样的高价值目标。希望这些无人艇打开信号增强器以后，可以大量消耗中国昂贵的反舰弹道导弹。它的第二大特征呢，就是前面提到的去中心化。安德森认为，中国的反航母侦察打击体系本质上还是打击高价值目标，也就是对手的节点目标，包括指挥中心、通信中心、飞机的起降基地和港口。只要美国海军采取各自为战的战法，而不是集中指挥，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顾虑。就算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所有主要海军总部都被中国的远程导弹摧毁，美国海军仍将继续运作。美军前些年推进的分布式战术，把作战舰艇和军机分散部署在总数多达1万多个的岛屿中，这就让中国如何打击变成了难题。安德森这块玩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道理，但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明白了，这就是一种弱势思维，而且呢根本不靠谱。首先，海葵战略没有考虑到后勤保障的问题，把这么多的目标分散在上万个岛屿中，几乎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补给，根本就不能适应大规模作战和长期作战的形态。其次，这种战略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解决通讯数据链的脆弱性。把这么多的平台撒在这么大的范围内，一旦遭到大规模的电子战干扰，相互之间如何联系、如何指挥，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比如通信卫星被干扰掉了怎么办？那么美军的撒布在这么多节点上的目标不都成了瞎子了吗？最后，海葵战略高估了美军的伪装能力，低估了解放军的多种侦察手段。可不是安德森所说的只有雷达探测这一种。无人舰艇或许能够欺骗一下雷达，但是它躲不过光学卫星和无人机的侦察，而中国的多维侦察体系早已经建立。总体来看，美军在总结俄乌冲突的经验和教训，也想找到
在台海地区对付解放军的办法。但是不管玩什么概念，都解决不了美军不远万里与中国打仗所面临的后勤保障难、依托岛链作战其军事基地的脆弱性等问题。脑洞可以开，但是小心别把自己给忽悠瘸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